Hello，我是 Captain Tong，你们今天好吗？如果在荧幕前的你们对于成为一名机师有兴趣的话，那这部影片可能会帮你回答到一些你的问题。像上次在影片中说的一样，在美国要成为一名机师有4种途径，它们分别是军队的机师训练、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有飞行科系的大学，还有自训机师。那根据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他们所选的路径也会不一样。我没有选择有飞行科系的大学，是因为当我发现飞行的热情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要再去大学读4年的飞行科系，对于我来说会花的时间太长，而且学费也很贵。不过这对于还没有上大学，而且想要当一名机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很多的航空公司都想要找有大学文凭的机师。我没有选择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决定要开始机师的训练，但是在美国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提供自家的机师培训。那个时候我只知道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还有国泰航空，他们有自己的机师培训的计划。其实这些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很吸引我，我自己又不用花钱训练。但是结束之后可能要签很多年的工作合约，因为我打算住在美国，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去申请这些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不过这些年下来，我发现美国有很多的航空公司开始有他们自己家的机师培训，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你喜欢的航空公司去找找他们的机师培训计划。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都是免费的。有一些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是需要学员自费去做训练的。那我也没有参加军队的机师训练，虽然说军队可以免费的训练我，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近视会不会影响我在军队中参加机师训练的资格。同时我也不想要签很多年的军队合约，所以我没有选择这个途径。那以上就是成为机师的4种方式，因为我走的是自训机师的这个途径。那接下来我们接着说在美国自训机师的条件吧。其实条件很简单，只要通过美国民航局规定的航空体检就可以开始训练。如果没有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的人，也可以在美国做机师的训练，但是要经过额外的背景调查，通过之后才可以正式的开始训练。那自训机师首先会面临的挑战就是飞行学校的选择，还有训练的费用。选择飞行学校，除了在网络上看他们的评价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那这个我会在下次的影片中仔细的说明。在美国训练的费用，如果是从零开始一直到拿到商用机师执照，还有教练执照，会需要花大概10万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是300万台币。虽然说要花不少钱，但是还是有可以省钱的地方。我会在以后的影片中详细的说明要怎么样在飞行训练上面省钱。接下来就是训练课程了。那以下是美国 FAA 的机师执照还有规定。第一个执照是私人机师执照，这个执照可以让你载家人跟朋友到处飞。那限制是只能在好天气进行目视的飞行，不能飞进云层，也不能飞进能见度太低的地方，而且也不能用这个执照赚钱。因为天气的限制很多，所以很多人在拿到私人机师执照之后，会接着做仪表飞行等级的训练。那什么是仪表飞行等级呢？因为飞在云层中或者是能见度很低的地方，会很容易让没有受过仪表训练的机师有空间迷向的状况。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云层里面或者是能见度很低的地方，很难分辨上下左右，所以机师要学着依照仪表提供给我们的资讯去操作飞机，但是还是不能用这个执照赚钱。考到私人飞机执照跟仪表飞行等级之后，如果你的目的跟我一样是用机师执照赚钱的话，那接下来第2个执照就是商用机师执照。这个执照可以让你以机师的身份开始赚钱。那以上说的都是单引擎的执照，但是多数的商用机师工作，他们飞的飞机是多引擎的飞机，所以在拿到商用单引擎的机师执照之后，还要再拿一个商用多引擎的机师执照，才可以让你的工作选项多一点。通常拿到商用机师执照之后，大概累积的250到300个飞行小时。在美国，一个250到300小时的机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像是高空跳伞机师，
拉广告的机师、空拍机师等等，但是不能申请去当民航机师。原因是因为美国民航局有规定，要累计1500个飞行小时之后才可以当民航机师。很多的资深机师他们都建议我去当飞行教练，因为当飞行教练可以很稳定的、很快速的累积飞行时数。所以那个时候在拿到商用机师执照之后，我也去考了教练执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是去当飞行教练，一直慢慢的累积到1500个飞行时数之后，才进到民航公司。每个国家的民航规定不一样，有些国家只需要你有商用多引擎的机师执照，大概25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当他们的民航机师。所以你想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当民航机师的话，可以去查查当地的民航法规。那以上就是想要成为机师之前需要了解的东西。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那我们下次见。